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导师呢都会在线帮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接下来呢，一同认识今天来到节目的几位情感导师。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莎娜。如果生活赠予你一颗酸柠檬，希望大家有勇气能把它榨成一杯甜美的柠檬汁儿。大家好，我是雷鸣。谈恋爱的时候相处很容易，真正结婚相处那才难啊。大家好，我是曲伟。爱会在细节里生长，也会在细节里消亡。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李先生50岁，来自黑龙江，从事养殖业；赵女士41岁，来自黑龙江，家庭主妇。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这段婚姻中最让你感到背叛的事情是什么？他把37万的存款都拿去买车了，剩下这10多万也没了，这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你觉得对方在消费上最让你无法接受的是什么？他花钱太能数了，我挣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样的挥霍家里根本攒不下钱。你怎么看待丈夫对你经济上的控制？他每月就给我5000生活费，他应酬打麻将大手大脚，到我这就嫌我花的多，这样公平吗？你为什么要偷偷给前任钱而不告诉妻子？他离婚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开口管我借钱，我又不能不帮，毕竟从前处过，心里不忍，我又怕他吃醋，还没敢说。你们在孩子的教育上为什么分歧这么大？孩子教育就是天，他总嫌贵，根本不重视。1节课300，一天好几节课，哪个普通家庭能接受？听来听去就一句话总结一下，都是钱惹的祸。他俩之间的这个问题好像就绕不开这个钱这个字儿。结婚多少年了？21年。21年。孩子有几个呀？1个。男孩女孩啊？女孩。今天是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那您先说吧。我认为不公啊，就是特别是在这个金钱上这一块，他总认为我这个花的比较多。觉得但是我认为呢，都是应该花的。我家吧有30多万这个存款哈，一直都在他手里。我认为呢，应该先买房，他认为先买车。对于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存款，2个人意见有分歧，那最后听谁的了？最后他没告诉我，他就把钱都用在买车上了，你知道吗？37万全买车了？对对。哇，先生您这啥意思呀？这30多万大手一挥，也不跟媳妇儿商量就都买车了？因为咋说呢？因为我在内蒙养牛，那块交通不方便，每次回去吧都得坐车回去。我寻思这不有车了，开着那方便点，到时候我去看孩子啥的，看他们也方便。那您可以买个便宜点的呀，那剩下不还能剩下点吗？也剩点，没都花。买了多少钱的车呀？20多万。但是我没看着这个钱呢。你没看着钱，那每次就是你说孩子补习需要钱了，我不也给你打过去了吗？那个都是一点一点打的，跟那个买房没有关系。你一直嚷嚷买房买房，你们结婚21年是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吗？以前有过，但是那个是很小的一个平房。但是为了孩子这个教育，完了就上县里了，就到县里去租房了，一直对吗？对对，一直是租房。那这个车就最后反正一声不吭的就买了，买了之后跟他生气了吗？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已经过不了了，你知道吗？那是哪年的事儿啊？3年前的事儿。那咋又过了3年了呢？就是为了孩子学业嘛。孩子现在多大？孩子21岁。完了，这孩子也快毕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就是让大家给评一评理。这事在你心里反正就是个疙瘩了，对吧？对对对。孩子学习本身就不用功，每天还要补习，一天好几节课，1节课要300块钱。一天少说得700-800、800-900，像咱们正常
这种生活，这个孩子教育应该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你在别的地方你钱都可以花，在孩子这块有什么不可以花的？因为他不好好学习。如果你好好学习，真的说是，咱们用功了，学的没学上去，哪科需要补，咱们可以补。因为是科科补，我真的受不了。那哪个科咱们都想让他高，就是高1分，咱们说了也差的很多。我认为啥呢？只要孩子就是有这个心，我就是花多少钱我都得供。因为咱是个普通家庭，没有那么高的收入。本身我是搞养殖的。咱赚钱不就是为了孩子吗？那在孩子补课这件事儿花了多少钱？能有10几万吧？好像不止10几万，都得多，几乎得有20万。那最后孩子的这个补课的效果怎么样呢？效果挺好的。好啥？还是考的那个，虽然是专科，但我认为就是啥呢？我认为孩子尽力了就好。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吗？你们的共同财产大概50多万，花了小20万在孩子的教育这件事儿上，然后还剩37万，花了20多万在车上，是这个意思吗？对。刚才一上来，女士就说她嫌您花的多都是不应该的。这个孩子这事儿是一部分，她觉得您花的多的地方，对吧？对。还有什么地方她会觉得您花的多？在生活当中，她也说我不节约日常开支。但是我认为呢，哪个超市特价了，我可能会多存一些。你说这样是不就等于节约了吗？那哪是节约？你买那东西都放在凉台上边放着，等到回来的时候都让雨淋了，都不能吃了。发霉了那种。再怎么着，人家是为家里面花呀，也没有乱花吧，对吧？咋不乱花呀？就是比如说没事的时候出外逛街，有一次去哈尔滨，然后买衣服和我姐去的，我给她拿了5000块钱，等到回来的时候不止5000花没了，她拿了4000块钱机会回来的。因为我那个没有花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姐就说你要用的话我可以借，这样式的。借不得我还吗？哈尔滨那块它是一个批发城，我寻思好不容易去一次，就都买一些，完了就这样，所以我就单独了又借了点钱，这都是偶尔的。哪是偶尔啊？就是逛街，就比如今天说老公啊，我上街去买点菜，买点东西啊，我说给你拿2000块钱吧，哎，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剩，1分不剩，几乎不剩，都花他。我认为他说这个不对。因为他给我钱吧是有数的，但是我用的地方呢，都没用在就是我自己身上，都是用在家庭啊，给家里孩子啊，对，也有他的一部分。哎，你这么多年，21年一直都没有工作是吗？没有工作，所以就相当于你一直得伸手管他要。是，他会主动给你吗？还是你都得要？有的时候也主动过。但是我要的时候多，因为他总认为我花的多。那你跟他要的时候，他会有不给的时候吗？有，我跟闺蜜在一起，就是吃饭呢，或者是聚会情况下，他都不会给。他能让你去吗？他也很少在家。我出去的时候需要钱的，我就肯定跟他打招呼。打招呼他不给的情况下，是我特别为难。你们俩是不是现在一直都是异地分居的状态啊？对，你在内蒙，你在大庆，对，一年回家多少次啊？也记不清，也总回去。毕竟孩子跟媳妇在那边跟读书啊，我没事的时候，你又需要别人给照顾的时候，我就回去看看啊。回去能待多长时间呀？一般情况下都3、5天，有的时候最多也就5、6天，就回去了。短片里面有2件大事啊，一个大事呢是说丈夫隐瞒真实收入。哎呦，还有一个大事呢，是关于说给前任钱的事儿。我跟他要钱的时候，他不给。再有，我看到他手机的时候，他跟以前的一个朋友，应该是前女友，就是那种语言方式说，家里遇到困难了，用5000块钱。看到他那个啥，我问他，他才说把这个钱借给了女友。所以你这2件事是关联的。你觉得因为他隐瞒了收入，所以他才有钱能去给前女友，是吗？对啊，所以你有隐瞒收入吗？
每年挣多少会如数告诉老婆吗？这个东西吧，咋说呢？没有挣多少，他不告诉我那么明细。他应酬或者是吃饭什么的，都是开销挺大的。就是你得知他每年或者每个月他是怎么计他的工资，大概能赚多少，你心里有数吗？我也就是通过邻居能了解一点。邻居怎么知道他的收入情况的？我家不是搞养殖的嘛，如果是卖牛的情况下，找一下邻居帮忙。邻居也是搞养殖的吗？对，都是搞养殖的。同行同行。所以邻居家大概知道你们家赚了多少钱是吧？对，他们就是跟前看到嘛，卖多少钱。那邻居都知道，你为啥不知道呢？因为我不在那边，我陪孩子嘛。明白了，是内蒙古那边的邻居。内蒙古那边的邻居你是听那个他养殖那边的邻居说的，他能赚多少钱？那你通过邻居了解到他赚多少钱，然后和他实际告诉你的那个数字是相符的吗？有很多地方不相符。差多少？上下也得差个3到5万左右吧。3到5万，他每个月给家里面多少生活费？4到5千。4到5千，对。他自己留多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了，你只知道他每个月给你4到5千。对，因为我家钱始终我不知道，也不在我这儿。行，先生，就你老婆就觉得你赚了多少钱不明确的告诉他，你这个有隐瞒。咋说呢？就是说，本身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然后到内蒙养牛呢，也是通哥们儿关系去的。你知道我一个蓝眼密黑到那边，都是说哥们儿朋友关系。我在那边又给我整草场啥的，我肯定得找哥们儿吃饭喝酒，没啥事哥们儿比如说打麻将不过人了，给我打电话3缺1，我不能不去。但是这东西我感觉不必要和他再去说，这些都可以推辞，因为他们这样式的不是1回2回，所以他的很多的钱花在了吃吃喝喝上，对吧？然后还有被你发现给前任5000块钱，对。那5000块钱咋回事？说说吧。他原来这不结婚了吗？结婚有2孩子，这个期间吧，我们就不联系了。后期吧，有一次吧，早晨他给我联系我说，意思他们离婚了，缺钱，就是孩子离婚了还有必要联系吗？孩子不就上学嘛，需要帮助的时候找我。你说我也不能不管，也不能没有那个情啊。你为什么不能不管？对，你为什么要有情啊？21年以前了，21年以前的前女友啊。对呀。虽然时间长，这毕竟说21年前吧，对我非常好。那是初恋吗？对。21年前对你非常好，那咋还分了呢？他家吧，就2个闺女，叫我就是做养老姑儿，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没有这种想法。你不想当上门女婿，所以分手了。对。所以那个时候是被迫分手的。对。人家都已经离婚了，你再这样式的，你说的那明显的就是有事儿。有啥事儿离这么远？他家在青岛，咱们在内蒙古。你说我也不走，总在那块养牛，能有啥事儿？你借给他5000块钱，然后呢？当时他说借，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是你用5000块钱我给你拿去，然后你给呢也就给了，不给也就算了。我现在就不想告诉他了。后期吧，有一次他看我手机，我来这边看他们的时候，我的手机就放那边，他看手机了。看了之后，他说：“那你给人家拿5000块钱，你那钱怎么给拿去的？是拿5000吗？”我说：“我就是手随便有那5000块钱，然后正好我上街，也就是给他打在银行卡里边了。”他就不相信是5000，还没有说用微信转。那到底他明说数字了吗？说了5000，你看到了吗？是5000吗？没看到。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钱吧，你别老认为，你看到了什么？我就看到他说有困难了，需要他帮助，想借点钱。他没问吗？借多少？我看好像是没在微信上说，通电话说的。你说他不是胡搅蛮缠吗？那这5000这数字是谁告诉你的？也是他说的。到底是多少你并不知道。去银行拉流水了吗？没有。哎，这钱还了吗？没还。啥时候还呀？我也就没联系。我寻思钱拿去了，他有呢他就给我，没有就不给就不给。所以这就不是借嘛，这叫给嘛。您怎么那时候他要5000，你也就正好有5000，就万一不止5000呢？是5000，或者没有5000呢，只有500呢？
那没有，就是5000。每个月给我生活费的时候，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老婆发现这个事儿，你可以给老婆一个数字，为什么是个5000？是因为真实发生的吗？对呀，就是真实这个数字。那怎么证明它是真实发生的呢？汇款当时你也应该有一个什么凭证啊、回执啊。我当时我怎么想的？我就汇完之后，他收到钱了，这个凭证我要也没用了，这纸条有啥用？他害怕被发现，我就扔了。我现在还担心他一件事儿是这个款你汇过没有？你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打牌输了5000？没汇了。或者你跟你前女友联系一下，说我老婆不相信我是把那个5000给你了，不找你要这个账，你把当时收到我这个汇款的凭证能不能够给个回单？现在我都把它删了，联系不了了。哈哈，谁让删的呀？我自个儿删的，没。你为什么要删你的前女友啊？就没这个前女友，全是你自己编的。人家之前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删了呢？我寻思别指望我们之间感情再闹出别的了。当时我寻思不知道就算了。你删他知道吗？你媳妇儿知道吗？不知道。前女友的汇款账号是多少？那我记不清了。人家当时要告诉你一个汇款账号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说妹子我这儿有笔有纸，你尽管说，我给你记一下，对吧？多半都会说好的，没问题，我借给你，你把账号发给我。人家没发这个账号，你怎么打呀？发了，让我删了就是。反正这事儿呢，你就说不清楚。他认为不大个事儿，不是，你现在没有抓到重点是。你老公的钱到底去哪里了？你老公为什么可以夜不归宿、一夜打牌？你老公到底是赢钱还是输钱？前女友这个事情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家里到底有多少外债？这是你应该关心的事。他前女友存在的，因为我看到他俩说话了。他这个有这个信息，这个说话这个信息。对呀，你只看到一个女人跟他说，哥，我现在日子过得苦，能不能借我点？他没回复我能借，他没说我借多少钱，对，他也没说。女的也没有把汇款账号发给他，所以他完全可以借这个由头，就像可能曹老师跟我说，我最近手头有点紧，给我发了个信息。你脑子好使，你记一下，我报一下那个卡号啊。对，然后我就告诉我老公，我把钱给了曹老师了，但事实上我把那钱拿回去自己霍霍了。对吧？然后我一说，曹老师给我发过信息啊。因为我实话实说，不是咱们第一啊，我想说是咱们是一个情感调节节目，对吧？有情感问题咱们来聊。现在不是揪着你这5000块钱的事儿，是明显你媳妇儿介意这件事儿，影响到你们俩感情了，我们才想把这5000块钱事儿搞清楚了。还有一个，你发现的时候，刚才这个事儿就有漏洞，你发现他们俩有对话，对吧？对，是微信对话吗？对，然后这个事儿他实际就咱默认他已经转给他前女友钱了，对不对？对。但是你发现这个对话里边没有任何卡号，没有任何钱数，你说后边的事儿是他们俩打电话聊的，对吧？对。具体借钱钱数，那我就纳闷了，钱5000、1万、2万、10万都可以，拿嘴就能说。没有那些钱，不没有，咱说这意思。但是银行卡号是一个超过13位以上的吧？对。他是没有记录的话，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卡号？还是说你看见的这个记录，它就不是全的？我是想问这个问题。有可能不是全的，要不然把卡号这个东西不可能背起来。可能给删了。是让我删一部分。你删了啥？那刚才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要删呢？这就是他想隐瞒，还想跟他继续来往。不是我这样，我这话咱有点不礼貌了啊。就是说，要不你就全删，别让他发现；要不你就全留着，你也不心虚。大不了咱俩就我确实我就记了。现在我能不能基于你删了一部分，不想让他看见，且又想让他看见，就证明你看我让你看的在这儿呢，你不想让他看那部分，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你们俩有暧昧不清的对话，还是根本就不止5000，但是你又没法让他看见？不能告诉他，所以你就顺嘴一说5000，然后他这边自己脑补，他俩电话就说完这事儿了。那你删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要删一部分留一部分？这是个问题啊。是我想我就没想那么多，反正就是随便就删了。我就钱转过去了。这样，咱这事儿就先搁在这儿。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心中怀疑的那个点，你解释不出来，所以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想让他真的翻篇儿，就必须要想办法证明。
今天你们两个人是女士要来的，对吧？对对。你主要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就想就是第一个吧，他能把他这个前女友是真断还是假断，哎，能做个保证，对，是吧？啊，好，做个保证。来，第二个，还有这个钱这一块儿，我希望呢，就是不是说以前，就是以后也希望就是能清楚一些，或者是放在我这儿，钱归您管。对。啊，每年每个月挣多少打到您的卡上，每年你们家的财政情况是什么样的，对吗？对对对。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不同意就没办法过了。哎，李先生，听明白老婆今天来这儿的诉求了吧？听明白了。您有啥诉求吗？我的诉求是啥呢？也就是说是钱呢，说放他那儿啊，不行。您的诉求就是你说的那个诉求，我不同意。对，哎，是这个意思是吧？对，懂了。那接下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啊？来，蜜娜老师，这个事儿吧，反正是兄弟哈，咱是折不过去的。要么呢，找前女友把这个钱给要回来，能证明你对婚姻的忠诚，以及证明你真的给了前女友钱。因为在我看来，你是两种恶习必有一个，要么你沾女人了，要么你沾打牌。所以哪一个是自己可能受到的惩罚更轻一点的，请您自己判断。然后对于老婆来讲，无论您怎么样的说，其实您的威慑没啥作用，你男人不会怕你的。你所谓的想离婚，都知道你只是嚷嚷，离了婚了你靠什么活？这么多年来你不都是在家里待着吗？他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他在偷笑，他心里也知道我老婆其实拿我没办法，在座所有老师也拿我没办法，除非能有老师鼓捣着他老婆真的敢离婚，除非有老师敢鼓捣着他老婆去起诉离婚，并起诉追讨那5000块，这样他才有可能会在婚姻里被制裁。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他才可能会怕。好了，我说完了。上来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37万买车这个事儿，我是觉得两个人的出发点啊，咱们作为旁观者，人家说的也没毛病，你说也没毛病。为什么？因为你说的是为了孩子，其实按说大部分人觉得房子就是属于固定财产吧，他跑不了吧这房子，是车开着开着坏了，那玩意儿不值钱。但是反之呢，一开始我是比较倾向这个，但后来他说道儿远，两头来回跑。但现在车也很方便，但是我是觉得，只是在我心目当中，车买贵了而已。人家说买车也没有问题。从这个问题上就反映出什么呢？就是他可以不跟你打招呼，说买就买，这个才是问题的重点。因为钱是人家挣的，人家说了算，你根本就没有经济能力，你离开他你就活不了了。现在还有个孩子，还能帮你一手。但是你真有一天急了，你离婚了，你告诉我，你这么多年没有工作，没有社会经验，没有收入来源，您告诉我您怎么往下活？这个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啊。对，好，行，咱说到这儿了啊，哪说哪了，结束啊。然后第二个呢，就说说这个男士啊，就是因为经济太独立了，其实能理解，男同志外边有个应酬，吃吃喝喝呀，这个凑个牌局打个牌呀，尤其不守家在地的还在外边，对吧？这些正常的社交应酬，朋友哥们儿之间的，这是能理解的。但是不代表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你可以用一系列的方式语言告诉他，这钱得在我这儿，你乱花怎么着，这你随便，他认了就行，这是你的能耐。但是不代表你把他忽悠住了，那个钱就完全属于你了，你得跟人说。第二个，如果你真是有这个勇气，5000块钱咱不要了，因为这个钱要不回来。你老爷们儿太要面子了，他绝对跟你撕破脸，他不要。但是你能不能像一个男人一样，跟你媳妇儿证明，来联系前女友，就要那个日期，我不要别的，你就把这一条给我截图截出来，转账时间5000元给他看，我没骗你，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你现在就是红口白牙，死不认账，就冲您这前后逻辑整套死。我再补一刀哈，我说个更龌龊的想法。首先他很龌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可能会怀疑，我丈夫那夜没打牌，和前女友都见面了，所以我前女友把这钱给他了，所以聊天记录没下文了。
他们都不需要聊了，直接当面给了。对，然后怕我查他，所以他说他夜里打了一夜的牌，还说是转账给了前女友，但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哎，这是我个人龌龊的想法。要不然卡号怎么能没有呢？哎，为什么要单独删那几条呢？哎，懂了吗？接着刚才老师们说的话，我跟你说，为什么会现在越聊越版本变化越来越大，是因为你自己让大伙儿去猜忌你。关键是你不想证明，你所有针对这个前女友的问题上，所有的话都经不起推敲的，所以你就不要怨别人，包括你的妻子。可能你心里现在还在觉得，你离开我，你啥也不是，你兜里又没钱，你没有工作能力。他不知道他没有收入能力吗？但是人家敢想了已经，你留神吧。如果夫妻2个人因为钱闹得这么离心的话，这日子过下去就真的是挺难的。而且你们2个人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们俩现在是异地。是，所以呢，这种的不安全感它是双重的。第一，我不知道你赚多少钱；第二，我见不到你的人。所以你老婆可以有任何的想象的空间，你到底是买了车，还是不仅买了车，在那儿还置办了房子？你在内蒙是不是有第2个家？你每个月到底赚多少钱？你只给我5000，剩下的钱在干嘛？你还给前女友钱。所以我觉得有2点您必须要做到，就这日子想要过下去，必须要做到。第一点，财务必须公开，钱可以不打给他，可以在你这儿，因为你周转起来会方便一些，做生意嘛，这个妻子能理解的，对吧？对，这可以理解。对，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你们家有多少钱，他每个月赚多少钱，对，年底的时候是亏了赔了还是赚了，赚了多少，亏了多少，对吧？是，这是第一件事情。第2件事情，想想什么时候团聚吧。孩子现在都上专科了，你为啥不去内蒙呢？我偶尔的时候也去。不是偶尔，是你们2个人就生活在一起。但是我得照顾孩子啊。孩子不是都上大专了吗？他在学校住校，请问你需要跟在哪儿？我也在他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是的，租那个房子的目的是什么？他偶尔的时候住校，他一般的时候都回家。为什么不让他住校？我认为还是他老不放心。我认为安全是最主要的。陈女士20岁今年是吧？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妈天天看着你，你乐意吗？不乐意。听到了吧？哎，都是从20多岁过来的。我就想，我要20多岁的时候，我妈在旁边租一房子，天天让我回家，我能烦死她。我那个赵女士，你需要你老公吗？如果咱不算那每个月4、5千块钱，如果说不算那4、5千块钱，你需要你老公吗？也需要。需要他什么呀？也需要他一些关心呢。但是你在我们现场，你从来没抱怨过这个，而且你也不关心他呀。哎，我觉得陪孩子不是主要的吗？再一个，你21岁的女儿，哎呦，我的天哪！行了，没关系啊，就是我是干亲子关系干了这么多年了，我真心告诉你，21岁的女孩对于妈妈这么陪她，她一定心里不舒服。烦死了都要。你不需要存在的地方，你执着的存在。你不管是在信任上，在感情上，你需要存在的地方，你坚决不存在。所以我建议你啊，让女儿生活的轻松点儿，真的。然后呢，让丈夫生活的温暖点儿。您就从大庆坐上一高铁到了内蒙就可以了。你老婆去内蒙陪你行吗？行。哎。行吗？人家行。如果我去陪他的情况下，他能把钱放到我这儿，我就能去。你得履行作为妻子的职责，好吧？你得爱一个男人，好吧？你有什么权利在这里要求一个男人把钱都交给你？就因为你是他老婆，法律名义的老婆。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已经过去陪着，你俩天天在，他花什么钱你就都知道了。对呀。我觉得咱别费劲把他们按到一起。干脆分了算了，是吧？因为其实他们已经分了啊。进来，你们2个人分工特别明确。
你负责管钱，他管孩儿，没有人管家。你们今天这个家已经名存实亡。老婆之所以要你管你要钱，今天来这个诉求也是钱，就是因为她长期的在经济上是依赖你，情感上是投射在孩子身上。你们结婚21年，孩子21岁，想必对于他来说，在这个家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因此他放不开孩子的。是，就是即使我不管你，我不管孩子怎么想，我就要在你身边，那边你给我钱。他有些事儿的确是过度消费了，为什么？他觉得花这个钱我不花就会给别人花，你们之间这个家的核心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所以他说了嘛，你让我过去也行，你把钱给我。哎，他觉得你就是钱，钱就是你。如果没有钱，他不想跟你在一起，对吗？是，对。你们还说对呢，那干嘛不分呢？所以妻子的心态已经很明确了，我就不明白丈夫你在维持什么呢？你在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家？为什么不离婚？我告诉你，现在摆在你自己面前最简单快捷的得到钱的方式就是马上离婚，他就能拿到财产的一半。听懂没有？听懂。那你不离婚是不是不想让他拿到一半？一天不离，我这钱就一天不给你，是这样吗？对，是。听见了吗？听见了。所以马上走离婚程序吧，你能马上拿到一半的财产，因为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了，就这样。来，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陆先生23岁，来自河北，公司职员；陈女士20岁，来自福建，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俩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至今交往2年。我们总是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吵架，不能互相包容和理解。他总是揪着我和我前女友的事情不放，至今还耿耿于怀。我们每次吵完架，他都会对我加倍的好，然后继续吵，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情感伤疤。这又是一个前女友的事儿啊！今儿谁要来的？我要来的。他咋揪住你和前女友的事儿不放了？我们在一起都2年多了，每次都拿这个说，你就不能往前看吗？往前看？怎么往前看？你们没在一起之前的聊天记录、约会视频，我都看到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恶心。那都是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已经给你认过错了。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已经把他联系方式都删了呀。那为什么每次发生事情，不管大事小事，你最后都拿这个东西来说我，来恶心我？是2个人在一起之后，他还跟前女友有联系是吗？不是，那是在一起之前。你俩在一起之前，他跟前女友的一切事情不都是正常的吗？对呀，有啥让你心里不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一起之前就发生这些事情啊。这事儿你咋知道的？因为他自己跟我说的呀。我说的只有一部分，其他的都是他自己查我手机。他自己查你手机看见的。你手机里留着这么多东西呢？我也没想到他会刨根问底的去查那些东西啊。你说那个视频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在他的相册里面的。相册里面的视频是他和他前女友的，比较亲密那种是吗？对，而且他们说的就是说还没有在一起之前就没有确定说是男女朋友，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男女朋友的话就比较正常嘛。但是因为没有确定关系，那我怎么想他的人品是什么样的？那你还不跑？那还跟他处2年？那对呀，因为他就是每一次吵完之后，然后他就会对我更加的好，然后就是每一次又突然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之后，然后就又提起了这个，就反反复复的一直都是这样子。他每次吵完他都会对你更好，是一种上瘾的感觉吗？就每一次都这样，感觉都养成习惯的那一种。后面我就受不了了他之前查我手机的话，就是趁着我不在就查嘛。我的聊天记录总会有些女生嘛，他看着不开心，他没跟我讲，直接就把人家删了。他和一些男生聊得不清不楚的，我都忍了。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就在饭桌上来一电话，他看到了说不接，我就让他接。接完之后是个男生，一上来就约他去酒吧喝酒，就说他请客。我就不开心，一气之下给他删了。他就不高兴，还跟我委屈，还跟我大闹。那怎么了？那不是正常的社交吗？你还好意思说酒吧的事情？那时候我在酒吧兼职的时候，你不让我去，
说得你在我才能去。结果呢，背着我自己偷偷跟兄弟去。如果不是我朋友告诉我的话，我都不知道呢。你那朋友都不是什么好人，仗着去酒吧放松的名义，然后去那里结交异性。他叫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而且我又没有去找一些。那物以类聚啊，对吧？那我很难想象你没有背叛我呀。就像你去广东的时候，你都能关注那么多的女生，对吧？说什么同城，那你为什么不关注那些好几百万粉丝的呢？为什么要关注那种100-200的吗？那不就很明显想约人家出来吗？那又不是事实。而且我去广东出差的时候，我难免会刷短视频嘛，他会发当地的，我看的还不错，我就进去点进去，我点赞，看看美女怎么了？我又没有发生什么实质的东西，我又没有去约她，你干嘛给我扣这么大一个帽子啊？那等发生了都来不及了呀。哎，你们2个人都跟异性聊天，你也有说不清楚的一些朋友关系，对吗？那只是正常聊天呀。那怎么正常聊天了？他聊的内容是什么？他要干嘛呢？有什么过分的话吗？有啊，当时他不是在上学嘛，我在公司上班，我每天没有时间去陪他，我就想找着我一个朋友，就我从小到大玩特别好的一兄弟，我想让他陪他去逛街嘛，我就把钱先给我女朋友，让我那兄弟领他去逛，然后帮他把关。然后时间长了，我就感觉到他对我那兄弟产生依赖了，我就感觉特别纳闷儿。然后我起初还不在意，有一次我们去公园散步的时候，他因为天气冷，然后他竟然和我那个兄弟竟然抱起来。我那个兄弟我对他很相信，但是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依赖性。他需要的是一个时时刻刻陪伴他的人，他又需要我赚钱来养家。有时候我很难理解，就是我在尝试去满足他的所有，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你相信你的兄弟？我相信我兄弟啊。你觉得是他主动的，是你女朋友？对，他是主动的，我兄弟不主动，他把我兄弟当那为啥会抱在一起呢？抱不是得相互抱吗？没有，是他去抱我的那个兄弟。那你兄弟什么反应？我兄弟反抗啊，就是那种害羞的反抗吧。他把我那兄弟当成男闺蜜了那种感觉。现在的年轻人都玩的这么花花，有点理解不了。现在我就能理解，妈妈得住在学校旁边看着自己的女儿。完了，妈妈更不走了，对，更不走了。那你不走，人家也照样谈。你看这谈着欢实着呢啊！哎，姑娘，今天你这个你男朋友要来我们节目，你为啥就同意来了呢？因为他老是说是我的问题，那我也觉得是他的问题啊，所以我就想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所以其实你们2个人同时都在异性边界这个事情上是有一些模糊的，对吧？你跟男性的一些异性朋友的边界也不是很清楚，他去酒吧，然后或者是去关注那些什么广东的本地的那些美女主播，他的也有一些异性的一些边界不清楚，对吧？对。所以现在这是你们2个人中间的一个大的矛盾，对吧？对啊。现在除了这个矛盾，还有其他的矛盾吗？还有就是我过生日他都给我忘记了，每次都拿上班很忙啊，然后很累啊来搪塞我。啊，你过生日，我不是当时公司很忙嘛，我为了跟谈客户谈的早出晚归的，我知道我错了，我晚上不是买一个蛋糕给你吗？还转给你5200，那你后面的话邀请你去吃饭，你连面子都没给我，你甩手就走是什么意思？那我要的是钱吗？我要的是你的陪伴啊！你再怎么忙，连我生日都不能休息1天吗？那根本就不是忙，好不好？你只是为了搪塞我。我打断一句啊，对，搞对象的时候你参加工作了吗？刚开始在一起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有，没参加工作，那他给你过生日吗？第1年有过，然后第2年就没过了。第2年是他毕业参加工作了是吗？对。那5200到底他收没收啊？收了。他收了，但是依然不高兴是吗？对。因为他每一次都觉得只要拿钱就可以堵住我的嘴啊，他就觉得说，那我给你钱了呀，那你可以不要啊，你可以不要了，你不收，现在不是已经堵住嘴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在这儿把这事儿说出来呢？因为他就觉得说我不给他面子我就走了呀，那我都不开心，我留在那里也不开心啊。来吧，说说你们今儿来的诉求吧。我的诉求就是让他不要在意我的前任，那是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改变不了。我能做的是只能好好对他现在和以后。好，这姑娘除了前任这个事儿在纠结，她平时对你好吗？很好吧，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是有时候就是感觉占有欲很强，跟我妈一样唠叨。
跟你妈一样。好，来，听到了吧？他说你像他妈啊。来，姑娘，你的诉求是什么？我的诉求就是他每一次都拿上班来搪塞我，然后陪伴也不陪，然后他让他朋友来陪我，那我跟他朋友出去，他又觉得不开心了，而且还是他自己让他朋友来陪我的。那你没有女性朋友吗？干嘛要找男性的？那我女性朋友不是被你给搞没了吗？那我又不是故意的。什么女性朋友被他搞没了？就我跟我闺蜜吵架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去问她，然后说让我把她删了，然后我删了之后，她就说如果你们真的是朋友的话，他就会来加你。然后我把他删了之后，他就没有来加我了，然后我们就彻底闹掰了。你有脑子吗？哎呦我天哪，你是2岁的智商吗？他让你干啥你干啥呀？那就真删了。所以姑娘，你啥意思？你今儿来这是要干啥？让他怎么着？我想要的是他的陪伴，而不是每一次都拿钱来说事情。哦，不要给我钱，给我时间，是这意思吗？多陪陪我，对吧？要不你干脆钱也不给了，多简单呢，对吧？我时间也不给了，钱也不给了，多好呢。对呀，对呀。你干嘛给了钱还不落好呢？你什么时候毕业呀？明年毕业哈。现在有开始找工作了吗？嗯。忙起来了吗？还没有。行，知道了。来吧，各位老师们，靠大家了。这小年轻们怎么办呢？哎呀，小林，你们俩能分吗？还在考虑。还在考虑是吧？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是解决不了，所以只能说你甘愿，因为既然给钱的也是你，受罪的也是你，不想走的还是你，那只能说你爱这一口。我有给自己 PUA 啊，我想着再换一个，可能也是这样。谁叫你一定换一个？咱年轻人就不能搞搞事业？咱年轻人非得不停的换女朋友啊？我觉得不冲突啊，因为他就一定得有人陪着他，他是没有空窗期的。你觉得你是需要一定有人陪着你的人吗？你也是，对，那你们俩不就正好了吗？其他的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挺不浪漫和挺不好看的爱情故事。这是一对青春的爱情，但回忆起来却一地鸡毛，而且前女友一直存在于你们的2年恋爱之中，你们把它当成了调情工具。你们一旦觉得感情陷入低谷，恋爱谈的有点无趣，就祭出前女友这个大旗来。你一挥前女友的大旗，就立刻觉得这个波涛汹涌，心里头有了情绪。男孩一看你这边又得哄又在闹，2个人你追我打的，忽然你这边不但有了情绪，慢慢也还又有了点情绪。对。所以你们一直拿前女友作为你们之间滋生感情的一个催化剂。然后对于2位来讲哈，现在男朋友你抱怨他因为忙工作忽略了你，所以我就不说他啥了。好歹他在进入到职业角色的时候，他还能忙工作，而你在当学生的时候只忙着谈恋爱。却不能够说我因为有课业暂时不能管你，我因为有考试暂时不能够回你信息，我因为要赶紧要背书怕挂科，所以你约我不能出去，就只能说明你一个大学生活全是混。你们对不起自己的青春，也对不起所谓的爱情，玷污了这2个字。我不觉得你俩没有爱，没有感情，你们俩只是习惯了，你俩就是虐。对，很虐，互相虐。你看你自己都感叹，但是你俩互相还很享受。对，他搂你那哥们儿，为什么搂你哥们儿啊？这不是你亲手给送过去的吗？我只想让他陪。你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你应该是我把我对象交给你，替我那个照顾着点，你怎么照顾到你怀里去了？但是他俩没有发生什么，只是好，行了，好，不要解释了，我不想听你解释了，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的观点跟正常的两性关系里边那个观点不一样。对，这些对你来说不重要。好，这个先搁在这儿。再说你这边，他上班有错吗？你希望他天天陪你啊？我过生日那天，你难道就不能休息一天吗？你真的参加工作了，是社会上的成年人，是你说休息就休息的吗？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在想什么。真的大学是成年之前最后的狂欢吗？我可以无下限的去任性吗？你们连这点价值观都没有吗？全凭个人喜好去决定所有的事情吗？找一个工作有多难，你知道吗？你们俩真的想在一块儿，有为未来规划过吗？你找一什么工作，我找一什么工作，咱们俩要不要在一个城市发展？想过吗？没有就虐吧。你们在浪费青春。
修成正果，还则罢了。但是现在这样概率不是很大。我说完了。就是这个男生和他前女友的事情，就感觉是这个女生她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他，这给他的人生加上了一个道德污点。但是你自己别扭的地方又在哪儿？这么膈应，你还跟这个人在一起，所以是谁恶心？你有想过吗？他如何选择，他如何有他的行为，这是他的人生。而你如果不想要过这样的人生，你不用把自己和他捆绑在一起，这就是让你自己变得内心非常的不健康。你用发泄你的情绪，然后来去享受快感，这个快感是我只要一提他的道德污点，他就能对我更好。你这不是在交易吗？同时你并不爱他，因为你根本不在意你这样去折磨一个男生，他是否能受得了。而他有什么错？我那个时候是单身，我没有背叛任何人，我不确定关系，我去了怎么了？你不能拿你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我，并且我也不觉得你的道德标准有多高尚啊。他的好哥们儿，你说爆就爆啊。在我看来，你跟他是一样的呀。你跟那些男生的聊天不是也不清不楚吗？你在有男朋友同时不也同样不敢接一个异性的电话吗？所以你有什么资格指责他？大好的青春就浪费在这些事儿上，太不值了。你现在应该全心全意的想一想自己未来的工作在哪，我未来要过怎么样的生活。你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恋爱观，也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否则的话你更廉价。就这样。这个小鹿啊，他有没有要求过你给他买给你前女友买过的礼物啊？有要求啊，有要求。我给我前女友买520的，我就不能给她买低于520的。所以当一件事情让我有利可图的时候，这件事情我是不会主动放弃的。包括让你特别的不开心，比如说吵架等等之后，你会5200，你会去道歉。所以我跟你吵架是不吵白不吵。但是呢是这样啊，我认为二位继续在一块儿，为什么呢？因为您去广东出差的时候，也莫名其妙的就跟很多广东的女主播就开始建立联系了，而且他一直强调不是大主播，所以我倒觉得二位，咱们不用谁站在更高的一个层面去指责谁，咱们其实一样，在我们场上所有的绘画当中，除了你们二位之间的所有的矛盾冲突，你们是在干嘛呢？男生是在跟哥们儿泡酒吧，然后你泡酒吧的那个哥们儿好像在酒吧里还做了一些我们没法认同的事儿，对吧？对。然后女生呢，必须得有人陪着去逛街，那么陪着的人还是自己男朋友介绍来的一位男性，对吧？所以以你们二位的这个感情生活状态，如果你们不谈这个恋爱，我们干什么去？我们干的事情可能还不如跟面前这个人谈恋爱谈下去。我倒是觉得他们可以在一起谈，但是像过往这样谈是不可以的。过往这么谈是在内耗。你们俩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走在一起，怎么也分不开吗？因为你们俩很像，你们俩都是极度缺爱，并且自信不够，就是自卑嘛。男生就用无数的这种跟异性的暧昧来证明我的魅力，我的价值。女生因为你处理不好亲密关系，正是因为你极度缺爱，你希望自己身边的这些很近的朋友都是爱你的，所以说你会表现得很过界了，所以你会和他的那个男性朋友那个亲密度过分，你会跟自己的闺蜜极端性的去测试他到底在不在乎，但是你发现他再拉黑之后他再也没有找你了，你极度的自我不自信，陷入到一个误区。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本质
都还蛮简单的，都是因为过往的经历，甭管是原生家庭还是你们在现有的一个事业或者学习当中找不到自信心，所以我们就谈恋爱吧，我们彼此折磨对方来证明我的魅力，我的价值。所以你们是在内耗，所以你们俩何其相似，都是在满足对方的需要，但是这里面爱的成分有多少？爱是什么？能够互相滋养的，彼此成长的，而不是过渡到一种翻旧账、折磨、证明、验证这种恶性循环里。可以在一起，但保持点距离，留出一些空间。干什么？不要交那些朋友了，来填补自己的价值，我被别人需要。不要在你的学习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找到别人对你的期待和认可。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我们的门后。好了，那么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要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那也欢迎大家去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组嘉宾他们会不会出来啊？他们怎么选择？哎，我还挺期待的。来，3、2、1，请开门。哟，哎呦，宁死不交钱。对，所以大哥刚刚说了嘛，交心很容易，交钱才难。这就没法一起过了，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坎儿过不去。也你不会分开，一定不会分开，是不会分开，但是这日子就越过越毒了嘛，对吧？你看，一个也不愿意去内蒙，一个也不愿意回来，然后钱也不公开，也不透明，所以妈妈会紧紧攥着女儿，紧紧看着女儿，孩子就哎呦，所以我心疼他女儿啊，真的是。来，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小年轻他们2个人会不会出来啊？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想要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舞台上，那联系我们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去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跟我们取得联系。大家记着，在任何的平台，我们都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来吧，我们看看这一对小年轻他们会不会出来啊？我很期待这对。来，3、2、1，请开门。他们应该会出来。这还接着虐呀？挺虐的，这得。哎，出来了。哎呀，好，他们只需要没别的事儿干。鼓掌。还是分不开哈。嘿，俩人还挺好，你瞧。你看，好，请亮灯。过点自己的日子，别老想前女友的事儿啊！如果爱，好好爱，别互相伤害啊！祝你们幸福快乐，谢谢你们。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